电梯的第13层第一段夜班开始，夜静得不像现实，整栋大楼只剩下冷气的低鸣声和走廊尽头那盏忽明忽灭的灯。阿志打着哈欠，背着手电筒，缓缓走进保全室。墙上的时钟指向12点整，秒针在滴答声里显得特别刺耳。他接过上一班的交接表，一页又一页，全是重复的例行事项。这份夜班他已经做了3年，几乎能闭着眼走完巡逻路线。12楼楼梯口消防门，再回到1楼大厅，没有人也没事。阿志伸了个懒腰，走向电梯。他抬头看着那块黑亮的电梯门，里面映出自己有点倦怠的脸。又是漫长的一晚啊，他喃喃说着。电梯叮的一声响，门缓缓打开。他没注意到按钮面板的角落有一个灰暗的印痕，像是某个被擦掉的数字。只是那时候的他还没意识到，这栋大楼今晚会多出一层楼。电梯的第13层第2段异常的电梯，电梯门关上，封闭的空间里空气变得沉重，灯光微微闪烁。阿志伸手按下12楼的按键，听着电梯缓缓上升，数字从1楼跳到2楼、3楼，一切都很正常。他靠在墙边，习惯性的看着那排红色数字。这部老电梯运作声总是有点怪，像有人在钢索上拖着铁链，上升的节奏忽然顿了一下，电梯似乎被什么卡住，震了一下，随即静止。灯光闪烁2下，阿志皱起眉，拍了拍按钮面板，又在闹脾气了，他嘟囔。他低头看着那排楼层数字，显示器正闪烁着12，可下一秒他竟跳成了一个他从没见过的数字13。那个13不是嵌在原本的格子里，而是像被强行塞进去的符号，斜歪着，闪着微弱的红光。阿志愣住了，他记得这栋大楼的设计只有12层，13楼不存在。他用手指擦了擦那个数字，冰冷的金属面板反射出自己模糊的脸，数字没有消失，反而越亮，红光照在他的脸上，像某种警告，又像在邀请他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伸出手按了下去。电梯的第13层第3段不存在的按钮，电梯静止不动。阿志感觉那一刻的时间被凝结，他按下的13在面板上微微闪烁，红光有节奏的一亮一暗，像在呼吸。他吞了口水，低声自语：什么鬼？这是哪一层？墙壁上的不锈钢面板映着他的脸，倒影在微光中颤抖，像是另一个自己正在看着他。阿志按下开门键，没有反应，再按一次，还是没有。他伸手敲了敲墙壁，听起来空洞的异常，像整个电梯被掏空了一样。那红色的13越来越亮，连面板边缘都渗出一层暗红色的光晕。他退后一步，觉得呼吸开始变得困难，空气里有股金属味，混着潮湿的冷气气味。电梯忽然哔了一声，面板上的红光全亮，整排楼层数字同时闪烁，像有人在操控。接着整个空间一阵震动，像有什么从上方拉扯着钢索，电梯缓缓地动了。阿志紧紧抓住扶手，他看着那个红色的13，在数字变动之间依然亮着。它不是被选中的楼层，它是目的地。电梯的第13层第4段，电梯下坠，电梯在微微震动，金属钢索的声音在头顶深处低沉回荡，像某种野兽正在呼吸。阿志的手仍紧握着扶手，他觉得自己像被关进一个没有出口的盒子，空气开始变得浓稠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铁锈味。楼层显示器闪烁不定，从12跳成乱码，数字疯狂乱闪，像失控的心跳。下一秒，电梯猛地往下坠，重力把他整个人压在地板上，耳边响起金属摩擦的尖鸣。他张嘴想喊，声音却被风声吞没。那不是正常的下行速度，那是被拖下去的感觉。墙壁剧烈晃动，顶灯闪烁成断断续续的白光，每一次闪烁，阿志都看到自己在电梯镜面的倒影，一会儿是自己，一会儿却变成另一张陌生的脸。他想按紧急钮，但那个按钮此刻正微微渗着红光，里面像有液体在流动。他退到角落，心脏狂跳，坠落的速度忽然停止，一切归于寂静，只剩呼吸声与那微弱的红光。电梯稳稳地停了下来，显示器上的数字慢慢亮起。13，阿志的手发着抖，他盯着那个数字，直到门发出一声叮，缓缓打开。门外是一条他从没见过的走廊，暗灰白，像是医院。电梯的第13层
第5段被遗忘的医院。电梯门缓缓打开的瞬间，一股冷冽的空气扑面而来，那不是普通的空调冷风，而是一种像从地底渗出的兵器。阿志走出电梯，脚下的地面覆着厚厚的灰尘，鞋底每踏一步都会留下深陷的印子。墙壁上贴着泛黄的病历表，纸张卷曲，上头的日期停留在15年前。他抬头望着走廊尽头，那里挂着一块斑驳的指示牌，几个字被熏黑，却依稀能辨出医疗中心。整条走廊没有电灯，只有天花板上残留的日光灯管，在微弱的静电声中不规则的闪烁。阿志举起手电筒，光束在墙上晃动，他看见几扇半掩的病房门，门缝之间似乎有风在呼吸。他忍不住咽了口水，脑中闪过那句老保全交班时的叮咛：12楼以上别乱按。手电的光慢慢往下移，照到了墙角那里有一串新鲜的脚印，灰尘里的印子方向一致，一路延伸进最深的那间病房。阿志蹲下，用手指轻轻一摸，灰尘仍在飘，有人刚走过这里。他本能的转头，电梯门仍然开着，灯光闪烁，像是在提醒他回去。但某种好奇心，或者说是恐惧里的冲动，让他迈出了下一步。他开始沿着脚印前进，每走一步，静电声都变得更清晰，像是有人在呼吸，又像是心电图的杂讯。走廊尽头，那扇病房门微微开着，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等他。电梯的第13层，第6段，病房里的声音。他缓缓走进那条长长的走廊，墙面泛着一层淡灰的冷光，像是被时间磨得失去了颜色。天花板上有一盏灯在闪，一亮一灭，像是在呼吸。阿志的手电筒晃了一下，他看见墙上挂着病房编号1307，门半掩着，里头传出一种极轻的声音，像有人在哭，又像有人在低吟。那哭声不大，却穿透墙壁，缓慢而缠绵。他下意识地伸手推开门，门轴发出一声浅色的吱呀。病房里的空气冰冷的不像有人活过，窗帘垂着，月光从缝隙中洒进来，落在病床上。床上躺着一个人形的轮廓，被灰白的病床单盖着。那个人一动也不动，只有肩膀微微起伏。阿志张口想问有人吗，但声音还没发出，那身影忽然开口：这里不能进来。那声音嘶哑低沉，像从喉咙深处挤出的气息。他退了一步，心脏撞得胸口发痛。手电筒的光线微微抖动，照到床边的病历卡，卡片上写着病人姓名，可那几个字被水渍糊成一团。下一秒，门自己啪地关上，门缝里传出轻轻的呼吸声，节奏稳定，却让他觉得那呼吸就在他耳边。